综合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可信的分布式商业合作，提升效率。掌声有请西塔科技代表上台。就直接进到他的 PPT 去。对，就现在进就行了。不好意思啊，我们翻一下我们的那个公司的 logo。好，哎，这个不能往上翻吗？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那个杭州那个西塔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架构师，我叫宁志伟。对，然后 OK， 好，谢谢。对，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对，名字 logo， 然后我们的那个微信群。然后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跟这个 Rust 的这个羁绊吧。对，因为之前那个汉东在讲那个 Rust 的时候，其实扣到我好几次啊。就是我是那个就是国内首个开源的，就是基于 Rust 的联盟链底层叫 Cita 这个项目的架构师和开发者。对，我们是国内最早用 Rust 来实现这个区块链底层的一个公司吧。然后18年，对，汉东刚才提到18年我们在杭州的那个 Meetup， 对，那个 Meetup 也是我讲的。然后那个19年，就是去年4月份，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第1届那个 Rust 亚洲大会嘛。那个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在场，可以举个手。好 ，OK。对，当时我是主持人。对，然后今年的话，很高兴又能够来到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Rust 的大会啊。对，然后说起跟 Rust 的这个渊源的话，对，我想回到最开始，对，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我们在做编程语言，就是要做 Cita 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在选择编程语言的时候，其实在 Go 跟 Rust 之间纠结了很长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对 Go 语言在区块链这个行业也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最后选择了 Rust 呢？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 Rust 逼格比较高。开玩笑，就是我觉得就是 Rust 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语言，然后它的门槛或者学习这个曲线还是比较陡峭的。对，如果说对这个 Rust 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技术人员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比较有技术追求的。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 Rust 语言作为一个这个筛选人才的一个门槛，对，可以这么说。当然，我们后面我们公司很多小伙伴，对，也都是通过这个 Rust 社区，然后对结识，然后进而变成同事了。对，所以说，当然我们现在还在持续的招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对，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在外面也有那个展台，就在那个电梯门口对面，对，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OK，这是关于我个人跟 Rust 的一点这个羁绊吧。对，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话是怎么说呢？说新也不新，说老也不老，因为我们 Cita 科技的话，是从那个蜜源，相当于是独立出来，就是把这个就是蜜源的这个就是联盟链这一块，就 To B 市场这一块，独立出来，相当于我们做了个有丝分裂吧，对。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面向这个，比如说供应链金融。然后这个银行等这个金融的客户，我们在独立出来的这1年多的时间内，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项目。对，所以说如果说有小伙伴对区块链比较感兴趣，然后对这个区块链，尤其是区块链在这个企业市场的这个落地应用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加入我们。OK，然后最后的话就说一下我们在技术上面的一些进展。其实我这次大会我是有报那个 topic 的，就是我本来准备是要讲一下我们在 Rust 这方面，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产品叫 Cita Cloud，本来要讲一下的，结果大意了，那个我报 topic 晚了，然后我报的时候，那个对唐刚说已经满了，这个不好意思。就是当然我就是看到这个今天对来这么多人，然后有这么多的企业这个在用 Rust，然后这么多的就大会这么多密集的 topic，
对我也是感觉到很欣慰吧。对，就是说明 Rust 在中国，尤其是在这个企业这个领域，其实是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的这个参与者跟用户了。对，这个虽然没有，虽然把我的 topic 挤掉了，但是我还是很欣慰的。OK，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本来要讲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Cita 的下一代，对，我们叫 Cita Cloud，对，从这个名字知道，就是我们是区块链跟云原生的一个结合，就是我们希望是能够复用云原生社区的一些成熟的这样的技术或者成果，然后跟区块链这个去中心化这样的特质去结合。然后为这个企业市场，就是尤其是企业间这个业务，建立一个可信的一个网络。对，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使命。OK， 我要介绍的大概就这么多。然后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小伙儿，对，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国密算法的一个 topic。好，请大家敬请期待。先回到 PPT 是 PPT 首页吗？哦，OK，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杭州 Cita 的姚鹏飞，然后呢，我是一个区块链的底层开发，其实我用 Rust 也不久，我可能也就只有1年多的时间吧，现在我介绍一下我分享的 topic 是中文就是椭圆曲线的最佳实践和一个那个高效的 SM2 库，第一个 topic 是这个，底下这边有一个那个就是这个 topic 的那个，相当于开源的一个仓库吧。然后呢，这个库的话写的主要想法呢是说，如果说你是对椭圆曲线感兴趣，或者像我一样是因为任务所迫，你要去做一个椭圆曲线的优化，但是呢，你要的曲线呢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高的效率，这个时候你可能得自己去手撸一个，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库呢，它的目的呢是通过代码，去从底层去了解椭圆曲线的一个实现。那我关于这个库的话，我主要讲科普一下那个椭圆曲线是一个怎么回事。第一个这个就跳过。第一个是为什么是256位？所以我们看到2的256次方约通过10进制的话，看到是10的77次方，10的77次是感觉没什么概念，好像就10上面加个77，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大到说，就是说在这个数里面有容量足够多的样本，然后我们的现在的计算机去通过便利的方式去便利这个样本，可能要通过亿万年的时间，当然便利出样本的话，就可以得到你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私钥。OK， 为了佐证这个比较大的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比方说，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数据中心存储的数据量，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预测，2020年大概会有35 ZB 的一个数据量，但09年的时候只有0.8，它已经膨胀了很多了。但是35 ZB 呢，其实换算成10进制的比特数的byte数的话，也只有10的21次方，跟10的7次方简直就是根本就比也不能比啊。另外一个的话，也是经常拿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宇宙中的原子总数10的80方，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夸张的一个概念了，就像宇宙中的真理一样，但跟10的77次方也只相差了3个数量级。OK， 下一个，椭圆曲线，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椭圆曲线那个表达这是一个简化的一个表达。然后椭圆曲线的话，它的一个经常表现出来一个图像就是这么样子。说到椭圆曲线最重要的话，它有3位主要成员，像。一个是比特币用到的 SECP256K1 下面简称 K1，还有一个是美国密码学学会提出来的一个 SECP256R1，还有就是我国提出来的 SM2，比较值得说的话，就像比特币的 K1 这条曲线的话，它对 AB 这2个系数呢取得比较狠，直接取0。为什么直接取0呢？它就是告诉大家，我对这个系数没有做任何手脚，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一个系数，可能对于后面优化也有很大的帮助。而 R1 就不一样 ，R1 的话它取了一个256位的随机数非常大的一个数。但是呢，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取呢？他不回答。那好了，那大家就肯定会质疑他，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后门？你是不是通过结果就能得到我的私钥了？所以说，在大多数的公链
大部分都是跟随比特币使用了 K1 这条曲线。而我国的话，同样我们要自己的国家安全嘛，所以说我国提出了另外一条曲线 SM2。下面的话，椭圆曲线公式啊，这个的话为什么放这儿呢？因为说椭圆曲线之所以叫椭圆曲线，是因为它的公式跟这个椭圆曲线公式非常类似啊。但这个的话是密码数学家提出来的，至于是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看品一品。下一个，点运算点运算的话是一个椭圆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点加，椭圆曲线上点加跟我们那个加法运算跟我们的普通加法运算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在椭圆曲线上面取两个点，比如说 P、Q 两点，然后做一条直线，直线要划到点是负 r，负 r 对 x 轴做一个对称，得到这个 r。我们说的这个 r 呢，就是我们说的加法的结果，就在这里就规定 r 等于 P 加 Q。OK， 下一步这个很简单，下一步就是点的平方。点的平方的话也很有意思，怎么理解呢？比方说我做了 PQ 两点无限接近，无限接近的情况下，这样的点做一条直线，那不用想，这条直线就是这个椭圆曲线的这个点的位置切线。同样的操作啊，负 r，OK， 这个 r 呢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可能会比较影响歧义的话，就是说这个操作啊，类似于刚才点的加法，其实是相当于两个点相加嘛。就这里写的话就是 2p， 但实际有的时候在密码学里面，它的公式表的话，它也可以写成 p 方，这里面 p 方和 2p 是相等的一个概念。下一个方法的话也比较有意思，是点乘。点乘的话怎么理解？就相当于说一个点我要去乘一个系数。我们在这里的话，假设说这个系数就是4，那样的话，按照刚才思路继续往下走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先对 p 做一个切线，得到 2p，再做一个切线，做同样的操作得到结果就是这个 r，这个 r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4p 结果。那继续往下延伸的话，我们常常听到过一个算法叫什么公司钥算法。公司钥算法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在点乘的基础上往下延伸。我们如果把这个 n 看成一个私钥，是一个非常大的数，256位然后这个 P 点呢是一个约定的点，相当于是一个每条曲线都会有一个约定点，是一个已知点 G 点。然后呢，我们对这个 G 点做一个点乘得到结果就是所谓的公钥。然后的话，常常约定这个点乘的操作是乘 G， 对，也非常好理解但是如果只是有这些的话，在密码学中是用不了这条曲线的，因为这条曲线上是，像这条曲线上你做直线交点这些的，很有可能都是一些小数计算机根本就处理这种小数是非常不友好，而且是非常浪费性能的。那样的话密码学就非常聪明了。他们说，那我们怎么做呢？我可以做一个模运算。模运算这个东西有点抽象，怎么理解呢？比方说，这个等式，刚才看到这是一个等式嘛？这个等式两边，比方说我取一个点1和3，x1 y等于3，但这个点可能说没有办法配平这个等式。但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我现在加了一个模，我取一个5和3。这个等式配平了，这个时候呢，在经过模运算以后，我们认为5模4等于1嘛，然后我们认为这个1、3这个点呢，其实也在这条曲线上面，只是说它的形式被改变了。如果通过曲线来理解的话，就好像比方说这个不好意思，稍微有点紧张这个点呢可能看不清楚这个点的话，它如果打到了这个模的边界上面的话，它会直接跳转到了模的下边界，从模的下边界再按照相同的曲率，这条曲线再无限的再继续生长开来，从 x 轴打到 x 轴对面，如果在y 轴的话就打到 y 轴的另外一边。这个的话在空间上可能就要从空间上面去想象的话，就好像它的上边沿和下边沿粘在了一起，左边沿和右边沿粘在一起。如果畸变的更加厉害一点的话，就有点像一个球形。对，可能不太好想象这里有个视频，不知道放不放得出来？放不出来。这个视频可能我这样点可能点不开。那不行就算。我大致介绍一下这个视频讲的一个内容这个视频的话，它的内容是一个通过一个
画图的形式来求解在曲模运算下的一个点的加法。怎么做呢？想象一下，如果说它的上边沿和下边沿都粘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呢，先不用把左右边粘在一起，先想象成这好像就像是一个圆管一样。这个圆管的话，如果再把左右边界这个圆管的头和这能暂停一下？谢谢。好，这个图下边小。这个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啊，如果说它的上边和下这个图上面红色的是 x 轴，这个粗一点的黑色的是 y 轴。我们先想象，就是说顺着刚才想，如果上边和下边粘在一起，变成一个圆管形嘛。如果这个圆管形再我把它上头尾粘在一起，即变得稍微厉害点，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圆环，可以想象到啊。然后的话，再接着往下想，如果看到这些点，其实这些点呢，就是说在模运算情况下符合左右等式相等的一些符合结果的点，这些点是符合结果。然后呢，同样我还是找两个点 P 点和 Q 点，然后呢，我同样还是做一条斜线，做一条直线。当然在这个里面它已经发生了曲率的变换。那么继续往下。当然这个点这条直线上可能没有交到任何一个整数点，但不要紧，这条可以暂停。但这个没有交到一个整数点，但不要紧，这条曲线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它是可以无限延伸，它打到模的边界会从模的另外一边出现，不断的延伸的时候，它就肯定会找到一个正整数点，这个点然后同样对 x 轴做一个映射，还是得到一个 R 点。这个 R 点呢，就是我们说的 P 加 Q。这个确实非常不好理解，可能大家看了，我可以带这个问题继续往下，我后面也可以看一下参考资料。对，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通过作图的形式，给大家展现一个在三维坐标系在计算机的领域里面怎么去使用这个椭圆曲线。OK， 当然这个东西确实非常非常麻烦，对如果我是在座各位，我肯定不会去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但如果说你正好你们的任务项目里面也需要做一个国密改造，同时也需要一条比较高性能的国密库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我这个开源的一个仓库啊。而这个仓库的话，就像不同于之前那个最佳实践的话，它会倾向于说让大家通过代码来了解椭圆曲线，重视的是可读性，而这个的话就更重视一个 performance。既然是 performance， 我们先看一下 bench。这里的话，上面的话就拿了5条曲线吧。这5条曲线的话，首先第一点我想说的是，这5条曲线的性能其实并不慢啊。它们都除了我自己的库以外，它们都用在了一些生产环境中。然后这条曲线这些数值怎么去解读呢？signing 的话是做一次签名算法 ，verification 的话是做一次验签算法。然后呢，里面的数值的话是做一次这个算法的一个时间啊。如果时间越长，那它的性能就是越差的。然后它的单位都是一个纳秒。很可惜的是，我这个库没有达到一个最佳。最佳的是一个 Ring 库，这是一个 Rust 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库Ring 库，它里面的一个 R1 这条曲线。这条曲线它用了可能是很多办法，但是由于它是汇编语言，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的。而且汇编级的优化肯定是要比我们这种用native Rust 语言这种来做的话，可能会有更大的高效性能。我这边的话我只能说我在国密曲线上来讲，在这几个库里面算得上是还算可以的。比起这个 LabSM 的话，是我们公司2年前当时还是密源的时候开源的一个密码学库。然后的话 OpenSSL 的话是最近 OpenSSL 就 1.1.1G 好像它支持了国密化，把这条曲线加进来了。但它的性能在初期看来还不是特别理想K1 的话是那个比特币的 Rust 版它是一个用 C 写的。当然看这个的话，可能说你提升个几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如果说按照我们的实际经验来讲我们用了其中的2个库，一个是 LabSM 和一个是 K1 这个库。这2个库的话所对应的那个
我们也是区块链公司的，区块链有个重要指标 TPS， 就是每秒钟处理的交易量，所对应这个 TPS 的话，是非常就是说比这个 WebSM 和 K1 这个签名算法的那个比值非常接近，当然比这个要大一点。这就说明了这个签名算法呢是整个可以说是 TPS 里面的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代码段啊。就是说这里如果你对这个提升个50%，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TPS 50%的，可能就 TPS 50%的性能提升。这或许对你的领导也非常确实也是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然后我这边的话，对于我们的 LabSM 库的话是提升了个差不多3倍多吧，接近4倍的样子。OK， 这是 Bench。然后的话，之后的话想讲一讲，可能非常关于数学，讲一讲如何去做一些优化。优化的话，这边的话，第一个是蒙哥马利算法，这是一层数学的优化。在密码学里面非常常用的是一个乘法，像这种256位乘出来都是512位，但乘法其实乘一个512位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但是我要把它再规整为256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做一个模运算。而这个模运算本质上来讲是什么？就是一个除法。那我们看一下执行一个除法，比方说啊，我的这个要除的除数是8个1 255，然后呢，被除数是8个1，然后呢除数是1011，是11。然后执行一次除法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步做一个比较啊，先取出它的高几位，然后呢跟1011比一比啊，可以减得掉啊。但比较的过程也会把减法的也包含在里面。然后能减掉，然后再进行下一位，下一位它还得做一个移位操作啊，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比较，再进行一个移位。那对于像这样一个8位除4位情况下，那它就需要进行一个1、2、3、4、5次的运算。那如果是扩展到了256位的话啊，一个512位的数，你想把它磨成256位的话，那相当于粗略估算就是一个257次的一个比较和一个257位的一个移位。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消耗，这肯定在很多情况下是要把它优化掉的。然后呢，聪明的数学家蒙哥马利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不做除法，我的办法是什么呢？我的办法是在它的那个这个8111后面加上除数1011，加的条件是什么？加的条件就是最后要把最后几位呢约成0。几位约成0呢？比如说我1011是4位，那我要把这个1111的后4位也约成0。然后呢，约成0之后呢，我会做一个移位操作，把后4位全部都直接删掉。删完了之后，如果剩下的数呢还大于1011，那会做一个取模运算。这个时候的取模运算呢，往往只要做一次减法就能足够了。OK， 顺着往下写。这个的话，这个整套运算呢，这套运算就已经反映了蒙哥马利的主要思想了。它就是说，我假设这个 A 就是这个1111，这个呢取模的数的 P 就是1011，然后呢，我这 A 呢，我要去凑一个数，加了一个 n， 这个 n 反正就这里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11，对，这个11乘一个模，然后把这个 A 再加上这个数，能把它凑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凑成一个就看到后4位都是0的一个结果。都是0的结果，得到这个结果以后呢，然后呢再做一个 r 的一个除法。这个 r 呢，其实非常好说，非常好，就是一个，比如说，如果说我的除数是一个，我的模数是一个4位，那我的 r 就是2的4次方。然后那如果你除一个2的4次方，你其实就只是做一个移位操作，所以这个在性能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损耗的。然后之后呢，完成这一步运算以后，再做一个 mod p， 然后再往下讲，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的话。这边看到这边系数带有一个模，系数带一个模数，然后做取模运算其实会直接约省为一个0，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 r 分之 a 的一个 mod p， 然后在密码学中我们习惯性写成一个是 a 乘以 r 负1。OK， 再往下看的话就是 a 就是这个111，它被假设成如果是两个数相乘嘛，然后蒙哥马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蒙哥马利乘法就是说 B、C 两个乘进来，然后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把这段地方用 A 把它展开成一个 B 乘以 C。所以这也从另外从公式上的角度来看到，刚才那个除
除法取模运算得到结果是10，而我这边的话，蒙哥马利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是1111一个情况，因为它这边还多乘了一个值，就是 r-1。这个 r-1的话，如果说在密码学里面它不会只做一次乘法，它会做连乘，在不断的连乘的下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 r-1会不断的被叠加，会变成 r-2、r-3，这样的话，它离结果就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吧？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对 b 和 c 做一个特殊的处理，将 b 和 c 呢都各自先乘一个 r， 再做一个 mod p 的一个运算，得到一个 b 撇和 c 撇，然后拿 b 撇和 c 撇来做一次蒙哥马利乘法的话，那样的话我们得到结果是什么 ？b 乘 c 乘 r， 其实这里非常好理解，就是 r-1乘了一个 r 方，对吧？然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结果了嘛。这个结果的话，如果继续往下想啊，它继续乘，比如再去乘一个 c 撇，跟 c 撇做一个蒙哥马利的话，那它是等于 b 乘 c 乘 c 乘 r。对，那最后的结果它就没有被无限的扩大。那这个结果的话，那我最终我还是想要得到真实的结果是 b 乘 c mod p 的。那怎么做呢？蒙哥马利想了个非常好的办法，我把 d 看成一个 b 乘 c 乘 r 的 mod p 的一个结果，我把这个 d 呢和这个做一次蒙哥马利运算，这个运算的结果正好就把后面的 r 的那个 r 这个 r 给约掉了，就相当于又乘了一个 r-1把它约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规避掉那个非常耗时的那个除法运算。当然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也可以看到这边 b 撇和 c 撇的运算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了一个 mod p 的，这个时候还是有除法。那蒙哥马利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也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做法就是说，我把这个 b 跟 r 方 mod p 做一个蒙哥马利乘法，这就直接得到了 b 乘 r mod p， 对吧？如果假设蒙哥马利没有做除法，那我 b、c 做的那些预先的设置也没有做除法，然后我的乘法中这些通通运算我都没有做一次除法，那我就可以说我得到结果 b 乘 c mod p 也没有做一次除法，这非常神奇啊。然后的话再往下的话，那我们得到的1111，那就还是回到那个111上面，那怎么去得到一个最终正确的结果呢？那它就是也很简单，算法的一个还原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a 乘以 r-1的结果嘛，那我们要对它与 r 方做一个蒙哥马利，然后的话得到 a mod p， 然后继续往下，就是 r 方的话，我这里就不做 mod p 了，我直接把它乘以了8个0，然后它本身后4位已经4个0了，那我就直接把后4个0约掉，然后就直接进入下一步的 mod p 的一个环节。mod p 的话，简单做几次，然后就得到了这个10。讲到这些的话，再还是要通过一个 bench 来说明一下这个算法的优势啊。像这个库的话用的这个蒙哥马利，然后呢 LabSM 的话用的是一个乘模，最普通最好理解乘模。然后另外的话是用一个比较常用的 Big Number 这种库的话来做一次乘模，以及 R1 的蒙哥马利，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性能差别很明显。这一切相当于来说，我做这么多操作去避免除法，这是值得的。然后的下一个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一个空间与时间的一个交换吧。就刚刚讲到的话，在点乘里面的话，我们经常公式要算法里面，我们乘的是一个约定一个基点，这个基点的 x、y 坐标都是已知的情况下，那样的话我们可以缓存一些结果。比方说我的私钥是256位，那我的话我可以根据8位去切割这个私钥，切割成32份，然后我计算出每个8位里面的所有结果。就假设其他都是0，然后我计算出我计算的位数里面的那个计算那一段里面8位的所有结果。计算出所有结果以后，然后我在做点乘的时候，我每次取私钥的8位，取出这8位的结果，然后做一个点加。对，这个的话就做了32次点加，做了32次查询。对，这样的话这个性能确实还非常值得，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化。这是我的一些参考资料啊。然后另外的话，这个 Bench 的一个环境的话是一个4C8T 的一个环境，然后它的内存16G，然后 OS 是5班段24.04。因为没有 QA 环节，我再讲一下，如果说关于
关于算法优化的话，还有一块没有讲到，就不只是像数学算法优化，数学算法包括这个蒙哥马利啊，包括点乘啊、点加这些都有数学家提供的公式，但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可能都需要去尝试，去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还有另外一层的话，就像空间转换时间这种不用讲，还有的话就像还有汇编语言，不过我的库因为是一个 Rust 的一个纯 Rust 的实现，所以说不会采用这种方式。然后关于 ECCBP 的话，它的话你就在使用的过程中的话，可以通过改变这个曲线的系数，因为椭圆曲线的处理方式都是非常类似的，非常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只是它的系数不一样，改变它的系数，你就同样也可以得到这个曲线的一些结果，可以就是这样去使用它。好，没有了。好，感谢姚鹏飞为我们带来的硬核密码学干货。那么今天上午的议程就到此结束了。下午的话，我们的议程是从1点开始。好，谢谢。